好，我是车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车探驾到。说到皮卡，相信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实用性，还有好玩性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肯定是经济性了。那现在新能源车呢是大行其道，皮卡呢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所以它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中。那今天给大家体验的就是我们的自主品牌的皮卡雷达的 RD6。相信很多人一想到电动皮卡，这续航怎么样啊？我们今天体验的这款呢是中配版本，官方标称的续航是550公里。它都当我的工具车了，我就准备着给我朋友送货，顺带着呢也走走什么城市路段6环外的哦，还有这个高速路段，还有一丢丢的小颠簸路段，咱也实际看看，在我装了一堆货的情况下，它的实际的里程和它表显下降里程到底相差多少？那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还有内饰啦。正的看来，我们镜头一正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看不到尾箱的情况下，它就是我们正常家用的 SUV 啊，对不对？很时尚，并没有那种很粗犷粗糙的感觉。它也有这种分体的大灯，而且呢，灯组中间还有这种黑色的贯穿，包括呢，它在这个导流槽的话放入了这个横置的风刀。那车侧呢，有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实用性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那侧面的话，给大家简单说几点。第一的话是它的一个轮毂尺寸，17英寸的熏黑式的轮毂啊，还是有一些运动感的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在它轮眉，包括它侧裙的位置是有这种黑色的包围的，包括呢这个位置你会发现有到它雷达的标志。说到这儿之后，很多人就会好奇了，你这都是一皮卡了，我肯定特别好奇它尺寸。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长呢是5.26米啊，宽1.9米，高183，轴距3120，包括还有它后面的厢货尺寸，长呢是1525，宽是1450，高是540啊，整个尺寸还是非常规整，而且能放很多东西。相信很多朋友呢通过这儿看到了我的露营装备，对吧？不用担心，它不会影响到你说我去摆放一些物资的啊，空间还是相当大的，而且它相对于传统的其他的皮卡来说，它是有到一个前备箱的，你一些小东西呢是可以放进去，而且呢，很多人会好奇，那它的尾部什么样？尾部的话呢，有一个贯穿式的熏黑的尾灯，尾灯中间呢也有字幕标识，而且呢，它的尾灯里面呢是有 X 型的造型，非常有辨识度。这些呢都是这款雷达 RD6在外观上面给到我们的一些惊喜。那更多的惊喜在车内喽，走了。上车，然后再大概500斤，因为我的那个露营装备150公斤。现在我已经把货呢装到了车上，目前是满电状态，准备着出发。我们会途经城市路段，会包含土路，包括还有高速路段。准备把这个空调呢开到23度2档风吧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
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我已经把我们的雷达 RD6开了一段时间了，整体的感受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我觉得它的转向特别的灵活，很灵敏，一点都不沉。还有另外一点的话，就是它有这个驾驶模式有3种，咱现在开的是 Eco 模式。在 Eco 模式的情况下呢，它的一个动力输出，对吧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克制的状态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纯电的皮卡，但它没有让你觉得那种眩晕感，觉得这些吧都是可以看出车企的造车功底的，你觉得呢？之后的话我会进入一段比较颠簸的途路，到那个时候再给大家讲讲其他的事情。但是这块前方有个树啊，来给大家说一下吧，因为我现在正好大家看得出来在走一段土路，就这种非铺装路面很颠簸，但是实际上我会有到一定的这样的起伏，但并不会说让我觉得过于的松散，像船一样。它整体的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稳的，你是心里面有底的，知道自己能过，这也是得益于它自己本身的底盘调教。传统皮卡是属于说后面是整体桥的悬架，但是我们的雷达 RD6 呢是后多连杆的悬架，所以无论在我们驾驶还是说在乘坐方面来说，都是更加的接近于我们家用 SUV 的水准，舒适性是相当到位的。虽然我只是一个皮卡。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是经过了比较不错的城市路段，包括颠簸路段啊。既然给大家说一下，在这一路上也相当于为我保驾护航的什么呢？就是它的一个银河 OS 系统，它的一个车机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通过我们这块屏整体的一个 UI 设计页面流畅度也好，包括它的设计也好，都是蛮不错，而且包括它的一个第三方 App 的支持也是相当到位的。另外有一点的话，在悦享机以上，它就会有一个540度的一个透明底盘，你在行车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停车的时候都不用担心，我觉得这点相当 OK 了。城市路段跑完了，我们稍后来揭晓一下它的成绩喽。通过对比总体上，我们的城市路段跑了260公里，表现剩余续航在266公里，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，比较扎实。这个城市路段的续航大家觉得还不错，那现在咱不会来高速路段嘛？而且我们现在又是开着空调，后面的这个装的东西挺多，咱们看一下整体来说它的续航到底怎么样。那现在咱们把车呢已经开上了高速路段，现在大家来提必不可少的，那必须就得是驾驶辅助功能。那对于我们的雷达 RD6 来说的话呢，它从悦享机以上版本就会配备 L2+ 级的驾驶辅助功能啊。咱们平时在家用车，无论轿车还是 SUV 上面常见的一些，比如说全速域自适应巡航，比如说车道偏离、车道保持、前车防碰碰撞预警等等之类的，它也都有配备。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咱们长途驾驶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，而且真的就在我开这款车的时候，这种感受就真的跟我开其他的 SUV 轿车没有什么区别，很舒服。而且有人就说，哎呀，它是皮卡耶，它会不会这种，尤其是高速，你的这个风噪会不会很大呀，等等之类的。咱给大家说一下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今天开的这款车后面上面是顶着那个露营装备的，后面还装了有200多斤的货，会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绝对不是传统皮卡那种呜呜呜的风。你试一下，世界安静。是不是世界安静？第3点就是我在坐进这台车就说的一点，关于我们驾驶员要的舒适性，我觉得这点他做的非常好。一方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驾驶辅助功能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，我觉得它的一个座椅的这种支撑性，整体的驾乘感受、舒适感，包括静谧性都非常棒，绝对是对于驾驶员的福音。那其实这个高速路段到这里了，我朋友那个地儿也快到了，我看了一下我这续航，也不多了，咱正好给它充电，看看它充电速度怎么样。他说充的还是挺快的。总结一下雷达 RD6 的续航成绩，在高速路段实际行驶里程是234公里，表显续航还剩下25公里，加上之前行驶的城市路段，一共跑了将近是500公里。这个续航表现确实让人惊喜。终于忙活了一天，这城市路段还有高速路段都跑了，这东西也终于给我朋友送过去了，我就赶紧就近找个充电站来充个电。
真的没有多少电了。我真的有点感慨，就是关于雷达 RD6 的续航，对比咱们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来说，这方面很能抗打呀。而且咱们都已经说到续航了，这充电一定要给大家去说到，因为咱们这款车对吧，中配机以上就是3元锂电池，120千瓦的直流快充，官方宣称是快充0.5小时，慢充大概7小时左右。那你要说咱们跑个高速什么的，跑长途之类的，基本上一顿饭的功夫。因为我这快没电了嘛，所以我得先让它去充啊，充到30%开始，给大家一起去来看一下，从30%到80%，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数值段，它大概要多长时间？测试结果显示，电量从30%充到80%用了32分钟，峰值功率在92.46千瓦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，可以有效缓解我们的续航焦虑。然后再给大家一起来说回经济性，从今天一开场就给大家提到的，我算了一笔账啊，金牛座的通病，以 RD6 创业版为例，就是跟它相比同价位的这个传统皮卡来说啊，像 RD6 的话呢，它100公里的电耗大概是17.7度，然后民用电的话呢，1度5毛钱左右，1年的话就能省下挺多的，3年下来它跟那个传统皮卡在这个方面价格能差出8、9万。而且还有保养的话，你像 RD6 3年保养大概是3600，但传统皮卡的话呢，大概是15000左右，所以里外里能够差出那么小10万块钱。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也好，或者说是还在创业的朋友来说，这10万块钱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。经过这1、2天的体验下来，我真的对我旁边的这台雷达 RD6 有一个突破了认知的想法。因为你看，我经过了城市路段、高速路段，然后一路驾驶下来，它的精密性也好，它的续航能力也好，包括它给我的一种舒适的感觉，都让我觉得这真的不输市面上一些家用的 SUV 来。但是你想，它是一辆皮卡耶，而且它从中配级以上就可以有到 L2 加级的驾驶辅助功能，真的是属于说在皮卡的世界中一个妥妥的大黑马。好的，感谢我们各位朋友的观看，我们本期的车探驾到就先到这里，下一期见了。